大家好，我是毒魂，好久没更新怪猎的视频了。之前的3期视频，我们分别介绍了牙龙种的大贼龙和鸟龙种的骚鸟炫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本浅谈系列的第一只兽龙种怪物，它就是大禹种皇帝字面意义上的头铁战士土沙龙。依照惯例，我们先来看看其所处的分类。根据树状图显示，土沙龙属于龙盘目兽脚亚目下的博鲁波勒斯科，而这博鲁波勒斯同时也是土沙龙的正式学名。该学名源自希腊语中的 Vulkos， 本意就是泥，这显然是指代土沙龙喜欢在泥潭中打滚，史实上沾满泥浆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将该学名翻译成泥龙。当然了，更信达雅一点的话，结合土沙龙的战斗方式，我们也可以将其译作泥头车龙。所以综上，土沙龙所属的博鲁波勒斯科也可以译作泥龙科。该科下目前仅发现了土沙龙一个物种。至于树状图上的另一怪物冰碎龙，其实是土沙龙下的一个亚种。根据设定集所写，一般个体的土沙龙体长约在 13.83 米，身高则在 5.19 米，而游戏中大金体型的土沙龙则更是能长到 17.44 米长。对此，我们调出大金体型的土沙龙模型来感受下其大小。可以看到，在大金土沙龙的面前，1.85米的壮汉瞬间成了芭比娃娃，比游戏中给人的视感可要大上太多了。顺带一提，游戏中的土沙龙通常都是曲着腿的姿势，给人感觉会比较短，没想到站直了之后还是蛮长的。为了更直观的感受土沙龙的大小，这里我们搬出了侏罗纪世界中设定成年后可达 15.24 米的暴虐霸王龙与之对比。可以看到，虽然体长并未占据太多优势，但是土沙龙的身躯实在是粗壮太多了，致使暴虐霸王龙秒变细狗，真不愧怪物的名号。说完了学名和体型，接下来我们先从外貌入手，带大家逐步探究土沙龙的生物学特征。作为兽脚亚目下的怪物，土沙龙的整体外观确实给人一眼兽脚类恐龙的感觉。其前肢长而后肢短，使用2条后肢支撑身体行走，身后还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用于平衡重心。而要说土沙龙身上最独特也最吸引眼球的部分，自然就是它头顶前端那硕大的铲状头冠了。现实中也的确有动物长有类似形状的头部，例如栖息于中美洲的美洲闪鳞蛇，它们的头型也是呈现一个小铲子的形状。这样的头型能够帮助美洲闪鳞蛇挖掘沙土，使其更轻易的在沙土中穿行。至于土沙龙这一铲状头冠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放到后面慢慢来说。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土沙龙的头冠前端上方长有5个大小形状不一的圆形孔洞。据设定集所写，这些圆形孔洞其实就是土沙龙的鼻孔，也就是说，这一巨大的铲状头冠实际上是土沙龙硬化的鼻子。好家伙，难怪和土沙龙战斗时其头顶时常会喷出白色气体，原来那就是土沙龙的鼻息啊！这么说来，平时我们大锤虾在战斗时将土沙龙的头壳给敲下来，不就相当于是给土沙龙施行了异形吗？坏了，我成楚怀王了。前面我们提到，土沙龙这一铲状头怪的外形十分接近美洲闪鳞蛇的头型，但是根据设计师藤冈耀的说法，土沙龙的这一头怪造型或许并非源自生物。藤冈耀曾在一次采访中称，土沙龙的设计原型其实是挖掘机。好吧，确实有点那味，虽然我觉得更像是推土机。不知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土沙龙准备发动龙车冲撞我们时，经常能听到一阵清脆响亮、酷似汽笛声的音效伴随其头顶的鼻息响起。而当我们将土沙龙的头壳给破坏掉之后，土沙龙再次发动冲撞时的声音就会变得低沉很多。可见我们这一下是真的给土沙龙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把人发动机都给敲坏了。言归正传，土沙龙演化出这一外形独特的头冠或者说鼻子究竟有何用处呢？首先便是在呼吸方面的便利。据设定集所写，土沙龙长在头顶的鼻孔能够保障土沙龙在潜行泥浆时还能顺畅的呼吸。而土沙龙之所以演化出多个鼻孔，也是为了能在潜行泥浆时呼吸到更多的外部空气，以保障足够的氧气供给。的确，如果各位小伙伴有在游戏中观察过土沙龙的行为，就会发现土沙龙非常喜欢泥浆，它们经常会泡在泥浆中休息。从这里它们潜入泥浆的动作来看，这铲状头冠也许真的和美洲闪鳞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它们经常在泥浆中尽情打滚，也会时不时的在领地周围将身上的泥浆甩到地上。据设定，这一行为正是土沙龙在利用泥土标记领地。就和土沙龙一样，现实中也有许多动物喜欢泥浆，像犀牛、河马以及我们熟知的猪都很喜欢泡在泥浆中。就拿我们最熟悉的猪猪来举例，猪之所以喜欢泡在泥浆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缺乏功能性的汗腺，排汗能力有限，因此泥浆能够帮助猪调节体温，保持清爽。同时，有研究认为在泥浆中打滚可能会给猪带来愉悦感，就像我们人类游泳和洗澡的行为一样。除此以外，也有观点认为泥浆能够帮助猪抵御蚊虫叮咬和驱逐体外寄生虫。不过，驱逐体外寄生虫这点目前并没有确凿证据支持，毕竟泥土本身也是比较脏的。说回土沙龙，据设定集所写，土沙龙之所以喜欢沐浴泥浆，同样是为了保持清爽，抵御大禹种皇帝的酷热干燥。
燥，同时厚厚的泥浆也能帮助它们避免寄生虫和吸血虫类的困扰。而除了上述2点外，泥浆还为屠杀龙提供了一定的战斗优势。就如设定集所写，泥浆不仅能够限制对手的行动，其本身还是屠杀龙保护自己的铠甲。关于这点，我们苍蓝星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在和屠杀龙战斗时，屠杀龙经常会将身上的泥浆抖落下来，不仅能砸到我们，直接造成伤害，粘稠的泥浆也能限制我们的行动能力。因此，在战斗过程中，屠杀龙也时常中途去泥潭里打滚，以重新裹上泥浆。这之后，我们便会发现屠杀龙瞬间变硬了不少。最后，设定集中还提到，雌性屠杀龙会使用泥浆筑巢，并在其中产卵。随后，雌雄屠杀龙便会各自分工，直到龙蛋成功孵化。只可惜这一设定没能在游戏中体现。前面我们提到，屠杀龙经常潜入泥浆之中休息，依靠头顶的5个鼻孔呼吸。这个行为加上鼻孔长在头顶的生理构造，是否让你觉得眼熟呢？常看动物世界的小伙伴肯定想到了，像是河马和鳄类都具有长在顶部前端的鼻孔，使它们身子潜在水下时还能顺畅的呼吸。对于鳄类来说，这样长在顶部的鼻孔不仅有助于它们潜入水下时呼吸，更是能协助伏击型的鳄鱼更好的隐藏自己，以便悄悄靠近猎物发动偷袭。说到这里，可能就有小伙伴好奇了，那屠杀龙是否也会像伏击型鳄鱼那样，通过躲藏在泥浆之中伏击岸边喝水的猎物呢？的确，屠杀龙这酷似兽脚类恐龙的外观，再加上强壮的身躯，乍看确实容易让人感觉是个凶残的掠食动物。然而事实上，和大家想的可能有些出入。屠杀龙其实是一种以蚂蚁为食的动物，没错，就是那些我们在大蚁种荒地随处可见的蚂蚁。初次得知这个设定的时候，着实是给我惊讶到了，因为屠杀龙的外形和我印象中的食蚁动物属实差得有点远。现实中特化以蚂蚁、白蚁为食的动物，诸如食蚁兽、穿山甲、土豚等动物，它们为了高效的进食蚂蚁、白蚁，都演化出了细长的舌头，方便深入蚁穴舔食蚂蚁。与此同时，它们的牙齿都在一定程度上退化，像食蚁兽和穿山甲甚至压根就没有牙齿。毕竟吞食蚂蚁不需要太强健的牙齿进行咀嚼，退化掉部分牙齿还能腾出空隙，更顺畅的吸食蚂蚁。除此以外，它们的前肢普遍长有较为粗大的爪子，以便它们扒开泥土破坏蚁穴。莫说这些高度特化的食蚁动物，就连作为熊科动物的懒熊，同样喜爱吃蚂蚁和白蚁的它们，也长有粗大的前爪用于破坏蚁穴。同时，为了方便吸食蚂蚁，它们也退化掉了部分上门齿。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屠杀龙的外形，虽然它们确实长有较为粗大的前爪，但是不够长的前肢和类似兽脚类的身体构造，使得它难以将爪子伸到头部前方，很难挖掘游戏中那些高耸矗立的蚁丘。同时可以看到屠杀龙口中的舌头并不长，游戏中也从未见它伸长过。长满唇齿的坚硬嘴唇也不像是能把蚂蚁吸出来的样子。那么屠杀龙究竟是怎么吃蚂蚁的呢？答案是直接啃。当屠杀龙来到蚁丘旁边后，既不需要使用前肢扒开蚁穴，也不需要使用舌头舔食蚂蚁，而是张开大嘴直接上去啃。在屠杀龙啃食蚁丘的过程中，我们还能看到大量受惊的蚂蚁四散而逃。那么问题来了，如此粗暴的进食方式，屠杀龙是如何分离构筑蚁丘的沙土和蚂蚁的呢？我们知道，当须鲸吞噬海中的浮游生物后，它们便会使用鲸须将海水给过滤出去，而将浮游生物留在口中。或许屠杀龙也具有类似的某种方式，能够将沙土给过滤出来。当然，也可能是屠杀龙真的吃土。与此同时，虽然设定集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想屠杀龙的鼻孔中应该长有类似隔膜的结构，以在啃食蚁丘和钻入泥潭的过程中封闭住鼻孔，不然这大量的泥沙进入到呼吸道里得有多难受啊！设定集中也提到了屠杀龙会通过用头壳摩擦地面的方式来清除鼻孔中残留的污垢，或许也说明了它们具备某种方式能让污垢停留在鼻孔而不进入呼吸道。不得不说，屠杀龙摩擦头壳的这个动作让我莫名想起了熊蹭树的样子。虽然现在说这个可能有点马后炮，但其实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屠杀龙的身体构造确实不像是个积极掠食动物。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屠杀龙的眼睛长在侧面，眼睛前方就是其巨大的头冠，也就是说，屠杀龙的视线前方将会有着非常大的一片盲区，就宛如灭绝于早见新世的埃及重角兽那样，根本看不到正前方的东西，而只能看到身体侧后方的视野。这样没有双目视觉的视线范围，确实不像是个积极掠食者，都无法将目光锁定猎物。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屠杀龙无论是内侧的牙齿还是外侧的唇齿都相对较钝，无论穿刺还是切割猎物的能力都十分有限。不过，纵使没有尖牙利齿，屠杀龙也并不缺乏自卫的能力，特别是它们那硬化的头壳，配合强壮的身躯，能够爆发出极为强大的冲击力。除了对付我们这些猎人外，屠杀龙也会用这一招对付诸如像泥鱼龙这样的敌对生物。腰都给我撞掉了。
除了头锤，土沙龙亦会使用身后的尾锤来攻击我们。不出所料的是，土沙龙这一硕大的头锤自然不单单是用来抵御外敌的，同时也是雄性土沙龙之间的内决神器。据设定集所写，旧大陆的雄性土沙龙之间会使用头锤互相撞击，以此争夺领地和与雌性土沙龙的交配权。这其中甚至会有雄性被撞破头壳导致丧命。类似的行为在动物界实在是太常见了，无论是当代使用羊角互相撞击的大角羊，用鹿角加上互相决裂的鹿类，还是白垩纪时期会使用头颅互相碰撞或推搡的肿头龙等等等等。同时，个人猜测，考虑到土沙龙的头锤呈铲状，正前方接触面积小且容易滑铲，因此雄性土沙龙之间或许会更倾向于通过侧面方向进行撞击。同时，设定集还补充到，在新大陆并未发现雄性土沙龙互相争夺领地的现象，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一般来说，如果只有雄性土沙龙之间会采用互相冲撞的方式竞争，那么雌性土沙龙的头锤应该会相对更小一些。但是这毕竟是怪物猎人的世界，如果土沙龙真的经常使用这一头锤来自卫和抵御外敌的话，那么雌雄之间的差异或许就没那么明显了。这里我也大胆提出一个自己的猜想，或许在远古时期，土沙龙的祖先们头锤还没有那么发达，此时的他们也是具有一定捕猎能力的掠食动物。但是后来随着土沙龙自卫和雄性之间雄竞的需求，他们的头锤演化的越来越大，直至严重阻碍了正前方的视线，进而导致土沙龙失去了掠食中大型动物的能力，转而依靠硕大的鼻腔所带来的灵敏嗅觉去寻找捕食起了昆虫。而由于大于种花地的蚂蚁数量众多，因此该地的土沙龙便自然而然地吃起了蚂蚁。据设计师德田所说，土沙龙的设计初衷是一个教会玩家如何躲避突进龙车的怪物，同时考虑到大屿种花地具有大量可利用的地形，尤其是那些高耸的蚁丘，玩家因此可以利用这些地形来应对土沙龙的龙车，不仅降低了难度，也提升了游戏的趣味性。这一点我个人也是非常认可。第一次遭遇土沙龙时，作为怪猎新人的我确实有被他那横冲直撞的龙车给恶心到，但是在习惯了他的攻击节奏，并发现可以使用这一龙车反制后，狩猎土沙龙的乐趣便大大增加。现如今，土沙龙已经成为了我作为一名大锤玩家最喜爱的怪物之一，与它对决颇有一种莽夫对莽夫硬碰硬的爽快感。而将土沙龙喜欢泥浆的这一生态习性结合到战斗过程中的想法也特别的有创意，可以说大大增加了土沙龙作为一种幻想生物的鲜活性和独特性。作为一种生态位独特的兽龙种怪物，无论是喜欢泥浆的习性还是爱吃蚂蚁的食性，土沙龙都带给了我一些十分新奇的认知。怪猎的生态系统可真是有着其独一无二的奇特。